是你们住在一起，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聊。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住在一起之后呢，你有聊过多深层的话题？我也好奇。就是你知道，可以不要聊工作的事情啊，就可以聊一些关心我的事啊。你像怀孕期间身体还好吗？很容易聊完呢，很容易就 ending 了。而且每天回家都会讲这些事吧？就是因为没有啊，我很 lonely。所以我跟你讲，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小姐不积极。你看他这个，也不是她老公哦。废话连篇 non stop， 你看，你有机会插入吗？你有机会插入吗？我只能说，我们节目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安排内容的人叫怎么？企划。企划是姜王才做的吗？还是说我们节目的制作人 B2 已经不想再做这个小姐不吸地了？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们自己凭良心说。孕妇怀孕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死穴是不能碰的。对。这个话题我们聊了几遍？这么逗没？因为太多人。B2跟我说，他说聊了4次。而且你4次，然后还要聊什么？不就是说要吃什么就一定要吃吗？然后老公如果稍微慢拍的话，你就要生气啊？就是这样吗？因为有太多女艺人想要来吐口水了，拍的我们打个牌好了，看怎么样？炮灰不同，打个牌。不会打牌。惨就惨在这，喝2杯吧，喝2杯吧。好，虽然说这个主题呢是重复了4次之多。我需要网友我要确保你们吐的苦水是新的，全新的苦水，新苦水啦。为难新的，不要跟我说什么你在那边孕吐，然后老公不理你，或者是说老公还嫌你胖这种废屁，我都不想听到。你们也不要给我重复。所以我刚背的剧本都不能用。我不是很想听的，重写新的，这是个人发生的。因为如果一旦重复被我们抓到的话，会是惩罚。我们先看前面4集好不好？前面4集，因为你要不要选别集来录？我们现在可以重选。我怎么今天会有空啊？天哪，问我怎么有空来当炮灰？你如果敢讲说什么你老婆要喝水，然后你只要稍微慢慢拍，他就俩公。你敢讲这个我就生气。好像有在脚本上看到你要讲这个，你好像也要讲哎，你要想别的了。那个电笔有没有充电呢？现在只要故事有重复，我们就是电笔电笔伺候一下。电笔还有充电吗？他们去拿，他们去拿。玩大一点啦，我们就电击枪，吹线啊，对，可以买电蚊拍啊。电蚊拍比较电蚊拍电手指头。生小孩，电蚊拍可以电头。第一次有人在摄影棚生，哦，可能就是我，很好啊。哎呦，哦，来了，电笔来了。傻眼，真的有哎，东西。不要演戏，先按一下。真的有电吗？新的，你按一下。充电。你按一下。啊？我又没有重复讲故事。不是我要看有没有电嘛。有，演戏。有，真的。演戏的，真的有。你是不是演戏？我看得出来。真的有。你在傻给女士。有啊。你就是演戏。有啦。罗丽塔，你按按看。我为什么要按呢？我又没有重复。你生完呢？我还没有重复讲故事。我按，真的有。你不会做效果吧？你要按到底。真的有电。会痛吗？会有一点痛，会麻，整个酥麻，整只手的耶。酥麻的啦。我没有重复讲故事，一心已经收缩了。这样可以重复讲一个吧？你可以重复讲一个吧？我已经。如果重复的话，我们原谅你一次。我原谅你一次啦。所以是老婆要先吐苦水吗？对，老婆先吐，因为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其实是跟之前的怀孕的妈妈是不同哦。之前的已经有些生完了，然后今天是全新即将一心什么时候要生？一心，你之前怀孕的时候没有来过吗？我们有聊过吐口水这一个，对，吐口，下礼拜1就要生了，对，4天后还可以这样爬照哦。对啊，可以啊，我排到最后1天呢。你们公司好无聊哦，你就是废话连篇到，你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讲话，是不是？我需要一点温暖，就是在家里。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家没事干，我会看一下我们节目，然后每次到你的时候，我想说，哇，我怎么在现场都没有发现你废话多成这样啊？
就是那种你知道在家找不到人聊天，然后想说我一定要上节目，然后大讲特讲，然后就真的一个字都你知道粘在一起，你没办法打断他，就是剪不掉的那一种，剪辑剪不掉，剪不掉那一种，剪不掉所以不要让他第一个讲。那罗丽塔是她刚当妈妈嘛？对啊，我是已经生完11个月了，这样。哎呦所，以你的苦水是说生完的苦水，还是怀孕的苦水？怀孕的苦水，但我之前没有上过抱怨怀孕的苦水的。哎呦只有抱怨老公过。对，但是没有抱怨过怀孕的，所以我就没有啊，奇怪呢。他有一次扣打，对啊，你现在很紧张，小心下一个故事已经被拿因为小英掉了。通常不会这么安静。对，小英不管是谁讲话，他都会变得那种。第3集好像有。没有啊。我怎么看到小英这么焦虑？罗丽塔刚才被电了一次，让你先讲了。好，那我就在讲你是有牌子啊？来，对，我有牌子。来左边。好，那个老公真该死的事情，第一个我们是分开住的，所以他根本没帮到忙。哎，就是我们会通常怀孕的时候，不是老公应该在身边照顾老婆吗？对啊，没有，但是我们是完全分开住，就我住在我家，他住在他家，所以等于这整个孕期就是我自己顾我自己 ，and 我妈照顾我。真的假的？老公就被别人的了。不是就很奇怪啊？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我也会跟他。是你一怀孕一得知2条线，他就说我们赶快分开。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但是呢，他就是迟迟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然后我就当然有一直问他说，不是啊，你不是应该要照顾我吗？为什么我们还分开住？但他就会结婚后就没住在一起。我们结婚以后还是分开住。刘一星，然后我们是夫妻没住我一起。一直等到生完小孩2个月以后，我们才住在一起这样子。然后他在中间他就会一直讲说，哦没有啊，就是我们要想一下要住在哪里呀。哦没有啊，那个房子什么的想好了也要弄一下什么，反正就一直拖。然后所以在中间孕期啊，大家讲说什么半夜想吃东西需要老公买，根本没有这回事，我都是自己买的。然后或是什么那你真的有半夜突然想要吃一些很诡异的有东西吗？啊，就是半夜就是突然很想要吃一些什么麻辣臭豆腐啊，或者想要吃豆花什么，我就是自己想办法，比如说就是叫外送啊或干嘛，就还好像有外送。可是一般一在叫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难过，想说大家不都说对，会想说这时候不是都是先生要赶快说我来，然后这样子，哪里是他来点呢？把你叫过去啊！我晚上打给他不会接，他在睡觉，好不好？那你半夜脚抽筋怎么办？对，半夜就是半夜，比如说半夜脚抽筋需要有人帮忙，也没有人帮忙，我就是自己来，然后像是孕妇脚抽筋超痛，我是痛到爆，然后我总不可能把我妈叫起来，我妈年纪很大，而且我妈也大，你根本搬不到你那个对，然后我妈有一阵子还闪到腰，她根本没办法帮我任何事情，就我们家就老弱妇孺，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生气，就我那时候真的一度想说，如果怀孕都过程完全是自己来的话，好像也不太需要老公。然后我还真的有去问了，比如说像拉拉，我真的半夜打给拉拉说，拉拉，我问你哦，自己养小孩很累吗？就是已经对我已经计划了，对，已经在计划想说我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就太生气了。可是他有没有就是一直打电话关心说，老婆你还好吧？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当了一个现成的爸爸的感觉，就是完全就是很像这个人，而且更气的是，比如说像，因为我们其实怀孕有时候其实会睡不好，有些到后期根本睡不着，因为我腰太痛了，然后脚什么都太痛了，然后可是如果隔天早上问他说，哦，我跟他说我睡不好的时候，他讲说，哦，我好像睡太多了，我现在整个睡太多头有点痛，就很火大。或者是跟他说我睡不好，他还说我也睡不好，我昨天打电动到早上，超生气，怎么会这样？气到一个不行，超级白目的啊，对啊，你们俩都还不至于到这样吧？没有，我算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他讲的我都做得到，就是晚上半夜去找东西吃，不是有给我吃了，我老婆要吃什么都会准备好。对，傻娟就还在想，我也是。小兵我又安静哦。半夜超猛的，不是找东西吃，起来，我们去加油站闻汽油。为什么要闻汽油？没有，他就喜欢这个味道。对我也喜欢闻气味。对啊，就莫名其妙，然后去 7-Eleven 去买个便当，我们就是去那边，然后他就看你吃很爽哦。啊，对啊，你不多闻几口汽油吗？我说，要不我们买2瓶95回去，你看怎么样？在家闻。你买1桶回去来要闻的时候才会这样。哎，你那个外送还有办法，你汽油可以外送吗？不行啊，当然不行。很高兴自己想到这个故事。真的，汽油的故事，蹦出很多，今天我把我们都拉掉，全改。所以我们就不给你大
大字报哦，大字报不要关掉，现在闭屏，全部闭屏全部你都那个 freestyle 哈。 ，freestyle，然后接下来讲，确诊就是呢，对，但这个东西确诊跟我同房睡，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他那时候其实是阴性了，只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本来就计划要去日本玩，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生完小孩以后你就没办法出国玩了，所以要趁还在肚的时候赶快去，所以我们那时候本来就排了去日本，然后他去日本前好死不死就确诊了，但是去之前就已经阴性了，可是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不是刚确诊完那个病毒量其实还是有的，要小心，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他讲了，因为他就说，他说你不用担心，我绝对全程戴口罩，我睡觉也戴口罩，然后我就想说听起来蛮安心的，对。结果呢，我们就睡觉，然后我半夜因为孕妇就会频尿嘛，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发现他根本没戴口罩，睡得很安详，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把他摇起来说，你不是说你要戴口罩睡觉吗？你为什么口罩没有戴，拿下来了？他居然说，我没有戴口罩，但你不用担心，我咳嗽的时候我都是向另一边，我没有对着你讲，超级白目的。我说所谓的病毒那个喷墨就是传染之后，它就这样冲，因为房间一咳，就整个房间都是病毒你老公人品很烂哎。他就很白目，就是脑子就是我就不知道在装什么。然后我觉得很幸运的是，还好整个旅程我没有确诊，可是我很对不起拉拉，因为那一趟旅程是他女儿那个时候国中毕业，然后毕业了，他带他就说毕业那个带妈妈带你出国玩，庆祝你毕业要上高中了，所以那一趟旅程拉拉带着他女儿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就会一起吃饭什么的嘛。那我跟拉拉没事嘛。他女儿确诊了，然后我就很对不起拉拉，因为他一确诊，然后拉拉妈妈就会很担心啊，而且是在旅程的后面几天，他女儿已经开始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后来回去果然就是一验真的确诊，然后我就觉得好抱歉，然后就超对不起，我就觉得对他的爱，对你老公的爱会减少非常多。对啊，就是觉得超级白目的，就想说怎么会这么没有脑子？所以你现在是在撑的那个点是什么？现在是因为他真的蛮会顾小孩的，反而是出生之后，我觉得他算是很能够自己顾小孩，就是我都可以自由的出门，所以冲着这点就觉得好像还可以。但是怀孕的时候还是很气啊，因为还有包括还在怀孕的时候呢，完全不服我。因为比如说像孕妇走路就是很危险，然后动作会很慢，然后对，就是而且会很不舒服。那通常先生不是在旁边扶吗？对。可是呢，比如说像上下楼梯的时候，就最需要人家扶，他完全都不会扶。可是上下楼梯不应该要别人扶为什么？那幼稚园都有教啊，上下楼梯要自己扶栏杆吧。可是有些很容易两个人一起跌下来，是撑一下腰。对，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会讲，他不是他都会在我后面，因为他的理由也是说没有啊。上下楼梯你自己走，但是你要是往后跌，我会扶你呀。可是我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不扶着我，就不会往后跌？没有扶你是危险的，因为两个人步伐不一样的话，就是很容易造成两个人一起跌。好吧，你跟他在一起啦。新的姻缘，立刻恼羞。你这个幼稚园老师没教过吗？不是只有上下楼梯，他是连平面走路也不会扶我。然后他平面走路的道理，他是说，你看哦，他说，因为他长得比较高，他说我的手很长，他说我有算好距离，就是这个距离是，如果你要跌倒的时候，我手够得到。然后我就想说，那你就扶我走路，不要让我跌倒就好啦。我觉得至少要手牵手吧。对啊，那我也不要绑绳子就好了。他都没有，他都走超前面的这样子，然后都是我朋友会在后面说，你老婆在这边，你扶她一下，她走很快。他走，因为他腿很长，他都走很快啊。对啊，然后就是很奇怪，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啊，就是现在他很会照顾小孩，对，我觉得照顾小孩很棒。可是我比较受不了的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照顾小孩，我是在帮忙你。对，就是我一听到这个，我就会火到不行，因为我就想说，这也是你的小孩，为什么叫做帮忙你？就是应该要顾你的小孩，不是你在帮忙。邀功，对啊，然后今天那小孩在那早餐都是我煮的耶。对啊，然后一听就很火大，不然嘞，你是他爸不然。他偶尔只是男人这样，偶尔只是想要你们女生一点称赞，男人式的撒娇。可是我们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应该的，平常都没有称赞。对啊，我们喂奶怎么没有称赞我们呢？奇怪了，我们煮那么多早餐没称赞。对啊，也没有称赞。孩子生出来还有跟你说老婆辛苦你了吗？并没有啊，所以我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没办法，而且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不是只有我老公，其实很多外人每次听到说你今天出来他顾小孩好棒哦，还有帮忙你
你，我一听我就很火大。对，我们也做了很多集那种爸爸来炫耀说，其实我老婆真的很轻松，因为我就是会分担顾小孩。对，却又讲的也不自己多得意啊。真的，我想说你不顾人，那你的隔壁老王帮忙顾吗？谁顾孩儿？不是你的小孩吗？还是你自己的真的啊，如果验 DNA 不是你的小孩，你才顾，你才叫男生赶快帮忙了啊！我今天录影，我带我自己的小孩你已经忘记你要讲什么了，对不对？没有，不记得吧？他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命，我的根啊你。的小孩在哪？在哪里？在休息室啊。休息。有人顾他们吗？他跟我儿子在玩，对啊。放着就会长两个一起在外面玩。哦，因为属下的关系。对。所以你就把他们带出来，不会去让他们去吵你老婆。对啊，不会啊。扎基努，那你讲一个，你老婆有点太过分了，你受不了。有孕期啦，孕期哦。对了，他有一次就是下了班回来，然后我就坐着看电视哦，那时候是怀第一胎，他就直接这样开门过来看我，谁乱打？真假的？然后我干嘛？他打完之后，为什么不让我做不爱做？不爱做，我里有不爱做。对，不是因为他没有，因为在外面受委屈了他大概7个月8个月，然后我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就做捷运。对，然后我老婆个子比较娇小，对啊然后所以她从后面看的话，其实她看不出是反看不出来应，所以都没有人让座给她。然后她就从士林坐捷运到淡水，然后再包计程车回来之后，看到我就在叭，你凭什么可以坐下？我就在那边，哎呦，以后他只要一下班回来，我就看到蹦的跟哇跳了3次高，不是应该去接他吗？嗯不然你怎么让他在里面？不是，我都有问，然后他说，你还要问？你要直接去，你要直接去，好不好？下班的时候我一直赖给他哦，我说要不要接你啊？没有，你就是要直接在那里。然后他说没有，那个医生说因为快接近那个生产，多运动吗？对，多走路。你要陪他上然后我说你多走路，那我要不要去扶你啊，或者是干嘛的？你不能问。不用。其实我有偷偷跟在后面。你才没有。可是我有被挨打呢，我被挨打，莫名其妙被挨打。你应该去接他。你没有按啊。我觉得我要坐这里。他会同时没有就按到底而已。演的。你要不要看他们后面有没有重复的？对，你看真正的演员，他怕每天等下没有电。哥，我没有电过，我不知道，我想试。其实没有很大力，按到底。整个是整个不能会下来我很怕电呢。他会这样散开。按着有吗？按着。是会有，你看他多自然，他都没有做效然果。后我被电到，然后他这样，他是哪有这种呢？不能这样。你刚是这样，这次拿这哪有对？哎，真的吗？真的吗？他是真的吗？你不要再按了啦，没有电，没有？有电啊，真的有电。你再按一次萨基努。然后我要装作坚强的。到底有没有电呢？有啦，为什么林佑兴没表情？我被电了5、6次，他没表情，那是他啊，好幼稚啊，好幼稚啊。一起聊到爱过头，一起不睡觉，一起。比较可惜，我觉得周迅比较埋在这个音乐里面，没有表现出来。就是直觉啊。他所以没有可惜 ，OK？ 人气总投票开跑，赶快下载欢歌 App， 投票支持你最爱的乐团，一起听团吧！好，我来让一下那个让我很想吐苦水的人，因为此刻正在怀孕当中了。下个礼拜要过羊水，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平常算是控制欲很强，而且都是随时监控着我先生。然后呢，就偏偏大概几个月前有一次，我就觉得你知道那个雷达就开了，我就觉得不太对劲，我就觉得那一阵怪怪，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行事历都是同步，然后就看到说，哎，你下礼拜要去台中 ，and 去高雄。
可是通常这种时候他都会问我，因为一些重要客户都会说，哎，你要不要去啊？因为跟那个老板娘通常都是我去挨瞎子一下嘛。他说既然都没问我，然后隔了前一天又没问我，我就觉得他不会带我去。但很奇怪，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同事说，哎，那个老板明天是跟谁去啊？他说，哦，业务总监还有新来的特助。我说新来的特助，我们公司什么时候新来的特助是谁？不是都是你面试吗？也是因为通常都要当我复试啊，不然我老公就是会很倒霉嘛。然后结果既然我都不知道公司来一个新的特助，我说礼拜几报到？他说礼拜1。我说我看一下行事历，我老公礼拜天去理发店剪头发，而且是你知道礼拜天是 family day， 他是不能够出门的。他竟然就说哦礼拜天要干嘛干嘛，那个特助一定有问题。然后说在心里那个脏话跟那个怒气就飙到这边，然后而且我老公竟然要带他出差，然后没有跟我说，虽然是当天来回。呀，他就前一天去理发哟，而且是非要说啊没办法，礼拜天就这样。然后我就等我老公去出差之后，就说哎你今天出差怎么样啊？平常他都会跟我讲一些出差什么什么，那天就是你知道感觉知情不报，或是好像也没讲哦很顺利啊，都很好啊，支支吾吾。然后我那天就打到公司问说，哎那个虎哥跟那个面试的有没有做教育训练啊？花多久时间啊？怎样怎样？问了所有的细节之后，我后来就直接问说，我看好像长得很漂亮。他说板娘他们那开始同事就支支吾吾，他说板娘还好啦，还好没有。他说还好，到底是什么是好看还是不好看？你为什么不杀去公司直接看本人呢？Yes， 我礼拜我就杀去公司了。好可怕，好可怕。然后就过去，然后就是故意打开门，然后老公就有点愣住，因为他正在开会。还有那门呀，然后他就故作镇定，然后我说哎新同事啊，然后好可怕。立刻看到新同事了吗？对啊，在同个会议室啊。然后嘞，整个美貌程度怎么样？然后那新同事就马上站着，板娘好，然后就牵着我的手，然后说板娘，很多你的故事，牵手绝对有问题。就是会跟我这么亲近，你是不是觉得一定做什么坏事他才会牵你的手？然后我就开始看着他的眼睛，但讲之后我就发现 OK， 因为他不是我老公的菜 ，OK， 对，所以就还 OK。然后再来，我为了这件事跟我老公吵到离婚真切，我去律师楼写离婚协议书。算了吧，因为你知道这么多年，你知道已经生到就是怀到第3个小孩子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老公就是都没有主动跟我约会，然后我吵约会这件事吵到最后是我们已经就是撕破脸明地说每个礼拜你要找一天跟我约会。我说哇，你在外面工作就是每天8个小时9个小时 whatever 你去，但是1个礼拜我只要求你1天约会，应该不过分吧？然后呢一开始就是好，就是我们可能前个礼拜约，忘记约，因为大家都忙，想起来之后行程都mapping不上。好了，我们就说那以后我们固定礼拜5。大概实施了1个月之后，老公说。宝贝，我是双子座，我觉得每个礼拜5这样子好像很压力很大，很有压力，对啊，这样就不浪漫了。所以我们还是保持弹性。好了，保持弹性，他就又会忘记约我啊，我也忘记约他，就约不到。一个礼拜约一次很多那我现在也没有1个礼拜约一次，已经很久没有。1个礼拜约一次，1次2个小时，1个月8个小时，那我可以选1天3个月给你约一次。可以，那天要是完整的都留给我，我也 OK。就是我想要，然后你约会要多长啊？还说吃个饭就好？吃个饭还要聊个天啊，或者如果吃饭的时候你那个聊天聊得很深沉，我也 OK。就是不能够敷衍。可是你们住在一起，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聊。我跟你说，就是因为住在一起，请问你有聊过多深层的话题？我很好奇。聊到人生大事啊，一起沉啊，血管要浮起来啊。然后anyway，我聊到哭吗？也都不用到哭，就是你知道可以不要聊工作的事情啊，就可以聊一些关心我的事啊。你像怀孕期间身体还好吗？很容易聊完呢，很容易就 ending 了。而且每天回家都会讲这些事吧？就是因为没有啊，我就跟我老公抱怨说要回到家，就像刚刚一样是男生就觉得老公聊天啊，回到家很累。然后他说那你都没有跟我讲话，或是好你就跟小朋友讲几句话，然后我呢，我就跟他说刘一心这3个字在哪里？在你心中在哪里？我很 lonely。所以我跟你讲，倒霉的是谁？倒霉的是小姐不积极。你看他这也不是他老公啊，废话连篇 non-stop。你看，你有机会插入吗？你有机会插入吗？对，真的很厉害。我刚那一段我整段讲完才10分钟，已经30分了，生完在垫，生完在垫，已经要40了。Oh my god！我要换人了啦，已经要40
3小时啊！好吧，那我再讲一个冷气这个。哎，他不是好了换人好了，我再讲一个。人家木木老师现在怀第2胎，啊，木木老师你也怀孕了，看不出来，恭喜！小孩生小孩，又是小孩生小孩，这是第2个嘞，所以我有经验了，比较知道怎么带小孩了。所以你还有苦水要吐。有啊，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还严重哎，包含产检他也不会陪我去，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性别啊，然后什么的？他说没差，第2胎没差，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对，所以他真的第2胎就有点夸张，他会就是对我就会卡来出来，他会完全忘记我怀孕这件事，他可能想要跟你很亲密，对，他想要可是他跟我的举动很像好兄弟哎，他就是会搭我肩呐，拍肩呐，然后会跟我玩那个摔跤啊，然后压在我身上，是色情的吗？摔跤怎么玩？你们有规定吗？就是我们会在床上这样子，然后翻过来翻过去啊，然后他压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对，然后我就是他会摔跤的 ending 就是发生关系嘛。你们小孩就这样来的？他会有一点想要。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状态还不是很适合，对，所以他就是会一直不小心忘记我怀孕，然后压到我肚子啊，碰到我的肩膀啊，拍我背啊等等的。哎呦，这件事情真的蛮夸张，他其实是发泄他心里面那个欲望。对，他就是想要有一些肌肤之亲的感觉。爱意。但我觉得最后一件事情是让我最傻眼、最生气的事情。来了。不让你出国，却花10万买树。对，因为他最近有一个新的兴趣，就是收藏树。树啊，还是植物？特别。他跟钟平哥说象竹漆树，然后或是那个象牙宫，就是比较偏那种潮流的树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在想说，在生之前，我想要就是去日本玩一下，因为接下来一定会非常的忙碌。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生之前，我们2个一起去日本玩一下，然后再回来这样子，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顾小孩。对，然后结果他说，哎，不行呢，我们最近可能接下来要那个月子中心啊、月嫂啊、保姆啊，要花很多钱，我们最近省一点，不要花了。然后结果过几天而已哦，过2天而已，他就跟我说，老婆，我最近买了2棵树，买2棵，对，然后他就说，哎，就是这2棵树漂亮吧？我说啊，这样多少钱？他说10几万。10几万，对，而且他不是只是买2棵，他其实一直陆续就在买。那个会停不下来。对，那个真的停不下来，很可怕。而且你们那个还要买植物灯，然后湿度。他最近买越来越多，他真的是把自己当做那个绿手指在玩呢。他就是还买了肥料啊，手套小的，还特别装了那个植物架，宁愿把这经费花在这上面，不愿意带我出国。我觉得很夸张啊。因为男人有时候会有第2兴趣，然后但是他的心是放在你第1兴趣上面，最起码他在家陪你。就是好一点点，也没有在理会，也没有比较赞赏吗？但是你看他听起来，他的眼神好像正在考虑他是不是对。对，想花10几万买树，很夸张。你没有看我都不敢乱接吗？真的很夸张。你要讲一个你老婆那个怀孕的时候，有让你觉得她真的好烦哦。牛仔裤，请问你对折哪一面？正面啊，没有牛仔裤要在里面吗？对，没有啊，在外面。牛仔裤是要这样抓着折。对，然后对折，拉链在里面，拉链在里面了，有人在外面。我们家拉链一定要在里面。你说面对面这样折起来？对啊，那就是这样折起来。可以，佑希可以示范一下吗？我也不能脱下来。可以啊，可以。你们怎么这么淡定的可以讲出这种话？就是我们节目什么都看过了。好奇，真的。那就是要这样子，拉链要在里面，要被两边的裤子包起来，然后屁股后面会尖尖的。对，一定要这样。那我说这样翻过来，屁股那个裆那边也可以尖尖的，不行。我到现在问，我说到底有什么原因啊？怕拉链割手吗？不是，那到底什么原因？他也讲不出个原因，我也就不想问。应该是他自己的习惯了，对，有一点强迫症。他的习惯，你就养成他的习惯不就好了吗？对啊，你就照着他的习惯走就很难吗？所以你老婆还蛮难搞的。因为我大他很多岁，所以随意他难搞，自己选。所以这还不是最难搞的吧？这能说的比较难搞的。通常今天能讲的应该都跟他讨论过了。你心里有没有很憋屈的事很想讲？哎呀，
我老婆都不会讲，我会告诉你嘛。你用写的嘛，你用写的。这个，你看再怎么爱，我的生命也是就这样。你看，哇，好感哦！你好会去念电啊的，不怕电哎，真男人真的很麻。可是这个是真的是有电啊，你怎么会？哦，他剪得很厚，哪有多厚？小哥，你还想要再抱怨一下你老婆？没有，我不让。你钱也其实太好我后来就想赚了吧。到帮我老婆，因为我刚刚为什么带这个？我还这是我岳母给我的东西。啊，对啊，这罐是什么？这罐是胶吗？就是氧气。氧气，氧气不是，我在房间放了，然后厕所放了，车上放了，然后那个客厅放了。只要他心情稍微有点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你要不要试试？为什么要这样？我每个地方都就是比较舒服一点，心情会缓和一点。你吸到那个纯氧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比较。可是你会比较有精神。你用过我这样可以共用吗？你拉你不要贴着，你不用贴着，直接这样就是有这样吸就好。酷哦，会立刻有感觉。居然有这种。其实我就让他心情会好一点。吸的不是鼻子，你还是用这个好。还是要罩子啦，它会比较集中。因为我现在有点困哎，你觉得会好一点？可能会哦，你缺氧的话应该会好。因为那个东西是纯的，纯氧。哇，很大哎，好了啦，超大口这不像在气气，不是心悸啊，是心悸耶。它是一个纯氧的，不会心悸吧？为什么会这就纯，这不就氧气而已吗？纯氧啊。你会不会心悸？感觉好玩。我不会，视线变比较清楚。你看到了下辈子的人世间。我觉得这没有东西耶。它就是因为它只是氧气，它就是氧气。现在有没有都还不知道了，反正他的心情会变好，什么事我都干得出来。你给他换成发胶，搞不好还很干。你给他发胶就，他只是想要讲一辈子就这样。他只是想要听到噗的声音。对啊，拿着一罐这样。好了，不然想跟你们讲一个你曾经做了，你老婆觉得称赞你说你真是个好老公，在她怀孕的时候。那个去产检的时候，每次我都给她。那你本来就要跟着去，你的小孩有吗？怎么？老婆没有嘛？真的有，他有。可是这本来就应该的啊，没有炫耀的。你是去看你的小孩，我陪他玩之后是陪他，你是完了之后我们还会去约会这种。哦，两个，你去后面加的，就是陪他产检完之后我们就回家。讲清楚约会的行程是什么？对，没有，就是看他想要去哪里啊，随便。你们去过哪里吗？我们去过那个北海岸那边，就是沿路那边看海，然后时速大概20，然后就慢慢看，后面喇叭一直按，我们都无所谓。真的，我们就看开心，看开心够不够？好，再回头再来一次，然后直到他整个心情稳定之后，我们再举手。你就是想要看我被电的？我想看，可是你就是说谎啊！你又在做效果，又在做效果吗？我实在不是，他是没有知觉，他地震他都不知道的人呢。你放一个没有知觉在旁边，然后我有感觉，这个要比较。你再去看一下，我那个有啦，有啦，所以是你不正常是不是？没有会麻，会麻，你看没有那么快。哦，可以按着了，其实你可不可以？其实忍住就好。你可不可以就是比较有表情？对啊，你看，是你那突然间是什么？那瞬间是，其实要按久一点点，因为它的电一开始按不会出来。啊，为什么我一按就有出来？你在按久，你在按久。因为我们刚刚惩罚你说谎。我觉得比较夸张，对不对？人家北海岸人一天绕几次？5、6次啊。北海岸很长，一天绕5、6次。我们家就住北海岸啊。那你从这边到隔壁间就要绕1次。没有啊，在家门口绕，你等于没有带他出门。可是他就喜欢嘛。搞不好他对，搞不好他老婆就喜欢这样。OK， 你相信他的话哦？因为我觉得就是至少出去走走，离开就是让你觉得会心烦的地方。可是他等于是在他家。那其实就是生病了。我老婆就最近不是最近，她从小我岳母跟我讲，她就有这种病。什么意思？不回家吗？不是，假日不出门就会头痛的病。所以一定要假日不出门就会头痛。所以反而后来现在生了小孩以后，怀孕的时候发现越来越严重。就是只要不出门就会头痛。
然后出去吹冷气 OK， 晒太阳不行，走路500公尺会累，逛5个小时很轻松。可以。百货公司，然后你要陪逛，我们只是拿东西而已。哎呀，跟着你可以催促他吗？吗？我可以催促他，但是我不会。爱惜生命。目前表现好像你比较好哎。对，求生意志比较强嘛。那开玩笑，我醉了。咋天你是不是已经不爱你老婆了？啊，哎，翻了。哎，但时间真的过很快，还要我怎么记得讲吗上一次美玲姐我们那个 KTV 那一集，我们还一直说，哎，不要跳起来，不要跳起来，就现在已经1个月了，生完1个月了。其实已经3个月了，因为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处理蜜月，然后是一直到最近才有时间。时间过好快对，哦。他已经3个月了恭。喜那其实虽然我老公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好老公，他之前比如说第一胎的时候，因为就是面对第一胎。他会非常谨慎，然后每一次他一定都会跟我一起去产检，然后到第3胎，他真的完全没时间，但我也没关系，因为我想说我大概知道要做些什么，所以我说那你就去忙，我可以自己去。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那个嘴巴真的很不入我的耳，比如说我们常常在看电视，那阵子很流行那个什么体能之巅，然后他就看到哇身材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是健美的嘛，对，然后看到女生也是就是整个很 fit 啊。然后我就在旁边越听就觉得越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怀了第3胎之后，怀第2胎就几乎没什么瘦下来，然后接着怀第3胎，其实就是一直都在肿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忍受他在我面前就是讲身材这个字，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对啊，很好看啊，就真的蛮热血的看这个节目，他看，我就觉得不太对，他就一直在称赞说，我觉得这女生练起来真的很好，我觉得她跟你一样，因为她也是那个。臀部比较大的，你练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在暗示你？然后我就说，所以我后来忍不住，我就说，所以你现在觉得我是猪吗？对，因为我是家里的猪母，我生了第3胎，所以你现在是这样讲我？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啦，我只是讲而已。然后就是其实我自己本身对自己身材就已经没有很自信。你后来有跟他讲说，请他以后讲话稍微修饰一下吗？有，我有跟他讲，但是还有一个行为我也是不懂，就是。男生是不是对就是身材，就是怀孕后的身材跟就是怀孕前的身材有落差？他们好像比较不敏感。比如说到了后期，就是身材比较大嘛，有一些就是合身的衣服、洋装啊穿不下，我就说我想要去买几件衣服这样。不会呀，你现在这样很好啊。他可能怕再惹怒我吧，我觉得这样很好，他就去衣橱拿了一件衣服，这个样子的。露手臂啊，什么那些露手臂，然后这边有拉链，然后这里根本我已经穿不下去了。然后说，我觉得这个你还可以穿，不讲还没有意思。他可能想找一个话题，只是你就觉得他在放不是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到底哪里不一样。但如果你说是那种伞状的，然后就是以胸下以下是宽的那种，我就算了。可是他是拿这种很 fit， 然后又给我露手臂，然后我就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合适吗？这样，我也不想生气了这样子，但是他就是会比较不敏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他觉得 OK 吗？讲到这个，我昨天其实也有点生气，但跟他没有关系，因为通常就是见到外人，我们刚比如说我们刚交往的时候，人家问说什么时候结婚嘛，哈，啊结完婚的时候什么时候生小孩，然后生完第1胎说，那你有想要生第2胎吗？然后我前面2胎都生男生了，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再生第3胎？最后我终于怀到第3胎了，还是男生。好了，我跟你讲了，10个有8个就说第4个一定是女儿，好烦哦！还要这种各种白眼，然后会让我觉得有点怒气值非常高。昨天我去买衣服的时候，店员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卸货？”啊！我小孩已经3个月了，我好想哭。没有，习惯穿这种宽松的衣服，我觉得是因为宽松的衣服看不出来。对，所以我就好吧，就这样吧，就这样，你现在很漂亮，很好，很 OK 的，状态很好。你们刚刚都是自然产还是剖腹产？自然产，自然是剖腹。你剖腹？
对啊，因为那时候医生检查出来我就是有子宫肌瘤，必须要剖腹这样。然后我觉得剖腹产呢，有一点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就是术后有可能沾黏的问题。对。然后因为我当初会剖腹产，就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健康检查，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有子宫肌瘤。结果是产检之后，医生就说，哎，你有一个瘤，有瘤就算它也很大颗，它大到6公分这么大，很大。对，所以医生就说，所以那时候就跟医生讲好说，哦，那好像自然产有机会，有可能会难产，那不如直接剖腹，他可以顺便帮我把那个瘤割掉这样子，所以就选择了剖腹产。那时候我其实身边有很多妈妈朋友都会关心我，然后听到我说要剖腹产，他们就说哇，那你真的要很注意术后沾黏哦，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有听过，像我们妈妈辈的，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可能技术没有这么好，或甚至没有防术后沾黏的这个技术，所以他们生完之后，他们的子宫跟他们的肠子跟周围的组织粘在一起，很痛，粘在一起之后就会很容易肚子痛、闷痛，或是甚至会影响到生第2胎这样子。对啊，然后甚至我也有朋友，他生完之后又会去开刀，为什么？因为他术后沾黏太严重，他必须要开刀把那个沾黏的地方分开来。对啊，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怀孕的时候有很多麻烦，其实生完之后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对啊，那我听过那个剖腹是要沾黏放一片东西进去。对，这我就问过医生了，因为其实最早期的防沾黏是防沾黏的贴片，那现在比较好了，现在就是有什么凝胶，有什么喷雾这样子。但是像我有朋友他是用凝胶，就他跟我说他整个那个手术完产后呢，他一直觉得肚子有异物感。然后对，就是不对，而且他还会觉得很怕那个会位移，那只要他位移了，那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这样子整个听下来之后，我就自己上网做了功课，以后呢就找到最新最棒的防沾黏喷雾，它可以把伤口整个包覆住，然后呢非常的厉害。那我之前呢其实有在脸书分享过，所以有兴趣的人你们就可以上脸书搜寻一下，然后就是我在现场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的经验这样子。然后呢我是到产后到现在，我也确实没有任何的异物感，或是也没有发烧，所以我觉得很棒这样子。恭喜你！对呀，然后像刚刚前面呢，就是你们都讲说你们为老婆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觉得好像只要怀孕的时候照顾好老婆就好了，但其实并没有。其实女生的身体真的很辛苦，我们产后有很多后遗症，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对呀，那如果像妈妈，就是很多女生跟我一样是选择剖腹产的话，你们知道剖腹产有多可怕？就是要切开肚子，然后很多层的话，超多层的，这男生完全都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像萨基鲁之前我跟他一起，真的有把他投进去吗？行啦，在侧边吧，很可怕吧？可是你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真的很可怕。我前妻是剖腹，所以我是进去拍我儿子出生，拿出来，然后那时候防沾黏是打那个液体的，然后再缝起来，我都有拍。然后我现在的老婆是比较伟大，她自然产2个。自然产你有拍吗？怎么会讲到自然产你有拍摄吗？有啊，我在里面看，因为第2个太快了。第2个就是医生说我第1个跟第2个只是不同年，它是同月同时辰。然后医生说，对，然后医生说只要买一个蛋糕就好了。对，然后他就说真我把你羊水弄破，好，那你如果想生的时候叫我。然后我是在那个乐德病房，所以他是直接在里面生的。对，医生还没走到门口，我老婆说我想生，然后医生就走回来，9分钟生出来。对，9分钟生出来。然后因为你的子宫不知道你生了，所以他不知道该收缩，所以他大量出血1400。但是我们那里面大概有5个6个医生，然后一个医生5、6个护士，他们都不紧张哎。那我也不觉得1400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正常只有250，我老婆1400。哇，对啊，太多了，大失血。那因为他说，因为你生太快了，9分钟不到生出来，然后你的子宫不知道它已经生了，他说来不及收缩，它一定要收缩的。对，正常生了还收缩，他说那个生太快了。好在医生都很专业，非常镇定。萨基鲁应该不知道这些专有的名词吧？什么收缩啊，什么？知道啊。不想说，你没关系，要录完了。我2胎都剖腹呢，开玩笑，我也是照顾的。你有沾黏这件事吗？沾黏就其实有一些比较专有的一些术语，我老婆其实都不会跟我分享。她说，即便我跟你讲，可是因为这个，可是因为他不屑跟他分享。如果你去产检，医生有讲的话，你在旁边也会听到啊，那表示你根本都没有去。我有去，我就在门口等。门口等，他干嘛进去？签收
牵手孩子啊，牵手，听卫教。对，产检我都是在听那个心跳声，然后我老婆你听完心跳声，那都很健康，那你可以出去。其实我老婆都会，她都会知道说如果男生知道这些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录起来很累？对，很紧张。我那个氧气，准备的都不能讲。真的，每一位那个生过小孩子的妈妈，真的都很伟大。对啊，但是你看丽塔刚刚讲那个，对不对？对啊，对。我觉得你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呢，清楚一点。对，就我觉得其实像很多那个男生，可能老婆生完小孩是会送一些礼物，比如送名牌包或什么，这些东西当然也很好。但我觉得我们女生要的是里里外外都需要被关心。对啊，像我们身体里面，我们也是需要被关心的啊，不是只有这些物质的啊。那我当初要生小孩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说，我不管，我所有东西我都一定要用最贵最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生小孩已经很辛苦了，我当然就一辈子，对我当然就是要用最好的东西，而且我年纪又蛮大的这样子，尤其是那个我现在如果生完小孩之后要顾小孩很辛苦了，如果我还要我身体又不好，我还要顾我自己的身体，那我也太忙了吧？是，对啊，所以一开始我那时候在听过所有医生的卫教之后，我就立刻决定说，我就是要选这个防沾女特务，我就是要用它。然后用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整个身体状况都非常非常的棒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女生就是要好好爱自己。然后各位那个先生们，如果你们老婆有做什么决定的话呢，请你要支持他们，因为真的很辛苦，好吗？谢谢丽塔。然后也希望那个长舌妇身材顺利。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